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今年的双11，消费者的购物热情依然很高，天猫、京东等多个平台销售额纷纷刷新历史记录，但与满屏飘红的销售数据相比，各家互联网巨头的股价却和销售额完全相反。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小米等互联网巨头连续2天大跌，阿里巴巴港股2天累计下跌 13.5%。市值蒸发超8000亿港元，而隔夜阿里巴巴美股也大跌 8.26%， 市值蒸发649亿美元。美团港股跌 9.67%， 京东集团港股跌 9.2%， 腾讯港股跌 7.39%， 小米集团港股跌 8.18%。而这次大跌的原因是11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互联网反垄断指南。此次指南明确了市场支配地位，也就是垄断地位的认定依据，并对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销售、拒绝交易、限定交易以及差别待遇、大数据杀手等行为认定进行了场景化的细化。上期视频和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垄断，国内垄断性互联网企业的简单分析。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互联网企业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可以快速达到垄断地位。他们都动用了哪些策略使自己能够垄断市场？这些策略背后的阴谋是什么？我的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分析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金融现象，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点开小铃铛，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互联网企业天然就具有垄断性，或者说互联网企业发展起来的最终形态就是垄断。这种情况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互联网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互联网外部性，也被称为网络效应，或者说需求方规模经济。具体来说，就是消费者选用某项商品和服务，他所获得的价值和使用该商品和服务的用户人数有很强的关联性。最常见的就是电话或社交网络，使用的人越多越好用，每一个用户获得的使用价值越高。这个概念最早的是由发明以太网的美国人梅特卡夫提出的。一个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每位用户所获得的效益并非固定的常量，而是大约随着网络用户总人数呈线性增长，这也被称为梅特卡夫定律。比如在微信推出之前，小米公司就推出了功能一模一样的米聊，但为什么微信会发展起来，而米聊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呢？因为微信最初支持使用 QQ 号登录，无需注册，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的用户。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都在使用微信，最终你也会不得不使用，即使你更喜欢用米聊。而一旦大家都身处同一个网络，单独的个人很难再脱离出去，整个网络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互联网公司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扩大规模，提高用户数量，用户量越多，聚合起来产生的价值才越大。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互联网企业为了获取用户、扩大规模，达到自己垄断市场的目的，都会采取哪些策略来吸引用户。首先，第一个是免费策略，这个是互联网企业最常用的，也是最重要的策略。网络运营需要巨大的成本，互联网企业又不是做慈善的，免费的真相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免费策略是互联网企业最常用的竞争策略。免费策略加速了网络规模的形成，极大地发挥了网络外部性的作用。由于外部性等网络经济独有的特点的存在，互联网垄断较传统的垄断市场效率会更高，社会福利水平会更好。互联网行业需求曲线存在明显的倒 U 型的特点，这个曲线的左侧还存在一个市场的临界点，这意味着只有通过一定的策略性行为，如免费策略是重要的手段，也是互联网企业普遍选择的竞争策略，使市场占有率快速达到临界点的规模需求。之后网络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网络外部性作用会持续促进更多的消费者自动卷入该网络的市场中来，企业会进行自增长的良好循环之中。伴随着这个过程，一定是少数企业最先达到并通过市场需求临界点，他们的快速自增长发展过程中，意味着后续发展企业的市场份额被逐渐的挤压吞噬，行业垄断自然形成。互联网行业最终会走向寡头垄断或一家独大的局面。国内外各个互联网细分行业，从硬件厂商英特尔到软件厂商微软，
从国外线上购物市场的亚马逊到国内的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再到垂直行业的巨头，行业竞争的最终形态便是垄断。第二个策略是强制捆绑销售。强制捆绑销售是垄断企业最常用的手段。微软与网景公司的垄断官司就是典型的强制捆绑销售的案例。当时微软的浏览器并非处于垄断地位，微软是通过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捆绑销售浏览器软件 IE， 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当时在浏览器中起主导作用的网景公司。自从微软公司捆绑销售 IE 以后，网景的市场占有率急剧下跌，直至被迫于1998年11月免费销售并公开代码后被 AOL 收购。令人唏嘘的是，网景公司倒闭之后，微软方才因此提起被诉。一般情况下，强制捆绑销售具有3个重要特征：一是卖方在强制捆绑销售市场或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使得买方在交易时无法自由行使自己的意愿。在微软的案件中，由于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具有绝对支配地位，因此其在系统中免费捆绑的浏览器的行为才被认定为是非法。二是销售产品和捆绑销售产品是2个独立的产品，两个非独立的产品之间的强制捆绑销售行为不符合强制捆绑销售的定义。三是强制捆绑销售行为严重限制排除了市场竞争。对于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来说，强制捆绑销售往往可以帮助其打压竞争对手，获取在强制捆绑销售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互联网行业优势地位的公司之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被业界指责，正是因为公司利用其领先的优势地位捆绑其他互联网产品，如游戏、门户网站、邮箱等，轻松打败了其他的竞争对手。第3个策略是拒绝交易和限制交易。拒绝限制交易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或限制交易数量与范围的行为。拒绝交易是市场优势地位企业妨碍下一阶段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2009年，谷歌曾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投诉苹果，拒绝谷歌为 iPhone 开发的语音应用程序。2011年3月，微软向欧盟提起反对谷歌的反垄断诉讼。微软指出，谷歌收购 YouTube 后，运用技术手段限制微软的搜索引擎 Bing 及其他搜索网站正常访问 YouTube 的搜索结果。2014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定，判定优酷屏蔽猎豹浏览器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需向猎豹赔偿20万元人民币。2016年7月，易到用车 CEO 周航公开指责易到制作的打车比价软件被微信屏蔽后，而对于腾讯投资的滴滴出行却仍然可以顺利在朋友圈中进行分享。除了诉讼案件，还有大量的疑似拒绝交易的行为，例如在阿里系和腾讯系各自拥有的多个场景和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相互不支持，淘宝链接在微信里打不开，百度贴吧中发带有微信这样的文字会被主动删除，微博禁止作者放置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第4个策略是垄断定价。超高定价与所供产品的经济价值没有合理的联系，是超过所提供的有关经济服务价值的定价。超高定价以近乎掠夺的方式减少了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垄断企业的利润。互联网行业中免费策略较为普遍，超高定价较为罕见。然而当垄断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这个企业行为是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的，有时有悖于行业的普遍规律。例如在1998年微软垄断案中，微软利用其在操作系统中所拥有的垄断势力，使消费者在产品价格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微软在制定 Windows 98升级版本价格时，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决断权。本来对 Windows 98升级版收取49美元就有利可图，但是该产品的价格从来没有低于89美元。这实际上是对微软垄断性地位的证明，也是微软滥用垄断势力的表现。同样的例子在国内同样存在，但随着互联网经营模式的不断复杂化，超高定价并不是简单表现为单一市场单一产品上。比如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市场上，垄断者为了保持其在一边市场的垄断地位，往往延续了低价甚至免费的策略，
但其利用这一边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进一步提高另一端市场价格及超高定价，榨取另一端市场的超额利润。比如天猫对消费者是免费的，但是对于入驻商家却收取高额的入驻费用。第5个策略是歧视性定价。歧视性定价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不同的价格的行为。处于不同竞争态势下的企业均可实施歧视性定价，其中垄断者的歧视性定价需要具备2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处于无法沟通的市场；二是商品处于垄断地位，市场上缺乏替代品，消费者只能从唯一的供应方得到产品，无法逃避垄断者对他们的区别对待。价格歧视是一种重要的垄断定价行为，是垄断企业通过差别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定价手段和策略。它有利于垄断企业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而且使条件相同的若干买主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妨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当竞争，具有限制竞争的危害。同时，价格歧视也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2000年9月中旬，亚马逊为了提高销售利润，实施了著名的价格歧视行动。亚马逊选出68种 DVD 碟片，对潜在的客户按照人口统计特征、历史购买行为等信息进行区分，并对于不同的客户实施差异化的定价。用这种价格歧视策略，亚马逊确实实现了较高的销售毛利率，但这一价格歧视策略的实施很快就被细心的消费者发现，经过了一番斗争之后，最终以亚马逊道歉、返还差价等代价收场。其实这就是国内俗称的大数据杀手。2018年上半年，有大量用户反馈滴滴打车存在大数据杀手现象，导致滴滴一度陷入舆论危机。也就是说，同一段路程，打车软件对2部手机的报价却不一样，老用户竟然比新用户的价格还高。同样一件商品，从淘宝 APP 的不同入口下单，领到的优惠券和最终的价格也不相同。有网友反映，身为天猫的88 VIP 会员，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反而比普通会员高，怀疑被大数据杀手。有的用户晒出截图称，同一款洗面奶出现了5-6种不同的价格。第6个策略是扼杀性收购。扼杀性收购是指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为防范被中小企业所赶超，在企业规模较小时对其加以收购的行为。扼杀性收购的目的不在于获取被收购企业的先进技术或进一步发展其创新型的产品，而在于扼杀摇篮中的竞争对手。这种行为属于资金充沛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地位和富裕资金的反竞争行为。扼杀性收购不同于公司法中的恶意收购以及企业合并，扼杀性收购至今尚未被国内外反垄断法律体系纳入关注范围之内，却是互联网垄断企业惯用的商业手段。例如，谷歌2012年共收购公司57家，花费14亿美元，其中谷歌曾经购买了 Foursquare 创始人 Dennis Clough 的一个 Georgeball 项目，项目买下后就直接被终止了。Facebook 现在被认为谷歌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在2006年接受了雅虎10亿美元的收购，2007年被谷歌竞购成功，那么今天这个强劲的挑战者几乎可以肯定就不存在了。追根溯源，互联网企业是资本和技术为主要驱动的行业，但随着互联网创业向商业化、平台化、现象化发展，互联网技术含量逐渐被弱化，企业运营能力、商业组织能力、政府公关能力等对企业生存及壮大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这些能力短板通过资本的加大投入、相关人员招揽到位等手段可以快速的弥补。由于大量资金向大型互联网企业集中，资金富裕往往会导致资本的滥用。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了延续自身的垄断地位，大肆对外并购与投资，一方面是寻求商业化生态全链条的打通，形成商业闭环，将网络外部性效应尽量内部化。比如由支付宝发家的蚂蚁集团，利用数据优势从事互联网信贷或广告等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进而延伸培育横向其他领域的垄断，谋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扼杀性收购提前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趋势在如今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尤其明显。众所周知，电商行业已基本分流为阿里系和腾讯系2大阵营，靠着 C 端产品起家的腾讯正在转型的节点上发展 B 端客户并变现，
阿里巴巴则从实物电商开始，进入数字文娱等虚拟商品的领域，再到重新压住本地生活服务，进入线下零售的逻辑。终极目标之一是打通底层用户数据。国内电商行业的情况在其他互联网加同样存在。行业创始企业在几轮大战中几乎无法幸免，不选择站队就会受到巨大的挤压，从而生存困难。从企业收购具体动机的角度来看，阿里、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依靠资本优势，不断收购位于产业链上下游不同成长阶段的公司。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分散业务风险，把握更多的成长机会。相较于自己做研发，购入其他高科技公司能够更快地掌握技术，开拓市场，并同时将行业进步和公司本身绑定在一起。但悖论在于，科技巨头想走捷径，反过来依靠小公司做研发，可能是因为大公司内部利益格局难以协调下的无奈之举。但这种依靠资本收购获取科技进步，会使行业创新进步整体放缓。这个结论在投资界被广泛的认同。如果一个企业投资金额、研发费用过高，哪怕是投资创新型的企业，也会有损投资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判断。原因很简单，小公司有逆向选择，如果做研发的目的是为了被科技巨头收购，而不是做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这种价值投资只能导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同时，大公司作为投资母体，一旦建立投资生态链，就会出现党同伐异的状态，对不在其投资圈的公司予以打压或者限制，这可能会扼杀那些有好想法、好技术但不想入围的好企业，这对行业整体的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存在负面影响。所以总结起来，互联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互联网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终究会走向市场垄断或行业垄断。为了达成垄断，形成网络效应，互联网企业通常会采取强制捆绑销售、拒绝交易、歧视性定价、恶意收购等做法。这些做法会对市场的公平与创新、社会市场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单靠互联网公司企业自身是没有办法去调整改善的，所以只能靠法律采取有力的措施，防范市场被垄断的现象。而这也是此次互联网反垄断指南出台的目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